今天啊，我们来聊聊一个你我可能每天都在做的事，就是阅读。但我们要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件我们以为很熟悉的事情。这道方法我们称之为神经共振阅读疗愈法。你没听错哦，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对吧？大脑外科手术，但它其实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些文字到底是怎么样成为重塑我们心灵的工具。好，那在我们谈怎么解决问题之前呢，得先搞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在这个资讯多到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内心反而感觉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不安呢？你先诚实地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最近是不是觉得很难长时间专心做一件事？是不是常常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力，让你静不下来？如果答案是，那我要告诉你，你并不孤单，这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的挑战。你看这张图，这根本就是我们大脑每天的内心戏码。左边这个深度阅读是需要我们主动去思考、去建构的，而右边这个社群滑动就完全是被动地接收一堆破碎的资讯。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爽一下，然后继续滑。这两者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真的是天差地远。科学上其实有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叫做边缘摩擦力。听起来很酷，对不对？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大脑里负责情绪的那个边缘系统，因为一直被各种通知、短影音刺激，搞得它过度亢奋，最后就精疲力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滑了一整天手机，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觉得更烦更累。OK， 问题我们知道了，那解法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看阅读这件事到底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超强的疗愈工具。记住这个关键哦，深度阅读它绝对不是你眼睛扫过文字这么简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过程。你的大脑正在里面进行一场很复杂的神经模拟跟认知重塑，它就像是带你的大脑去上健身房一样。那这个大脑健身到底怎么运作的？首先就是我们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这很神奇哦。当你读到书里的角色很难过或是很开心的时候，你大脑里面处理这些情绪的区域也会跟着亮起来，这让你能感同身受，好像你也经历了这一切，所以你会感觉不那么孤单。这就是同理心的科学基础。第二个秘密武器是启动我们大脑的慢想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系统2。你想想，滑手机那种反应是超快的、直觉的，那是系统1。但深度阅读呢？它逼得我们得慢下来，好好的思考。这个过程可以有效地让我们的大脑从那种很焦虑的战或逃模式，切换到比较平静的专注模式，然后你身体里的压力荷尔蒙，像是皮质醇，就会真的下降。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样做到底有哪3大好处？第一，就像是帮你的情绪做重训，也就是情绪健身。第二，它可以很有效地缓解焦虑，效果甚至跟冥想有得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帮你建立所谓的认知储备。白话来说，就是让你的大脑变强壮，更有弹性。未来遇到压力或挑战时，你就更能扛得住。OK， 理论听起来都很棒，对吧？但重点是，到底要怎么做？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实战篇，来介绍这套你马上就可以开始做的具体方法。整个方法呢，就这4个步骤，听起来不难吧？分别是归零与专注、全向式阅读、费曼式反思，还有睡眠固化。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拜托一定要做到哦，创造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意思就是把你的手机拿到另一个房间去，对，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接着在你拿起书之前，做一个小动作，叫做生理性叹息。很简单，就是用鼻子快速吸2口气，然后用嘴巴长长的吐1口气。这个动作会立刻告诉你的大脑，嘿，现在安全了，我们可以放松下来，专心了。好，第二步，我们要改变看书的方式，不只是用眼睛看，而是要用整个大脑去体验。我们叫它全向式阅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练习把文字在脑海里变成画面、声音，甚至是味道跟感觉。然后，当你读到一个很有感觉的段落时，停下来，
对，就停下来，给自己几秒钟，让那个画面、那种感觉在脑中再跑一次。这个小小的暂停是让咨询真正进到心里的关键。第3步，这招超有用，是从物理学家费曼那里学来的。当你读到一个让你哇一声的观点时，先把书盖上，然后想象一下你要怎么用你自己的话讲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听，或是讲给作者本人听，告诉他你学到了什么。这个动作可以把你刚吸收的还很模糊的知识，变成一个很稳固的、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最后一步也是最轻松的一步，利用休息来加深效果。如果你是白天看书，看完可以找个地方安静躺个20分钟，做个所谓的非睡眠深层休息，就是放空，什么都不想。那如果是睡前看呢？那更好，看完就直接去睡觉。因为睡眠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像电脑重组磁碟一样，把你白天读到的资讯跟情绪好好的整理归档。好，方法学会了，但要读什么书啊？别急，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来当自己的心理医生，帮自己开书本处方间，针对不同的心理状态，挑选最适合的书。你看这张表是不是一目了然？如果你最近觉得很孤单、很焦虑，那就去看文学小说，它就像是让你体验了另一种人生，会让你感觉被理解。那如果你觉得人生卡关了，很迷惘呢，那就去读传记或哲学，看看别人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如果你觉得脑袋好像有点顿顿的转不动了，那就去找一本有点难度的非小说来挑战一下哦。这种用脑的感觉，就是在刺激你的大脑成长，让它变更强。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把阅读这件事从一种单纯的消遣，升级成一种可以刻意练习的心灵的物理治疗。所以一个很简单又很实用的建议就是，不要偏食，不要永远只看同一种书，试着根据你当下的感觉，轮流看不同类型的书，这样才能给你的心灵最全面的营养。最后，我想用查理·蒙格的这句话来跟大家共勉。他说，在我这一生中，我从没见过哪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大量阅读的。阅读真的是通往智慧最实在的路，也是我们能给自己最好的投资。好啦，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现在换你咯。想一想，今天你要为自己开出什么样的书本处方间呢？赶快去书架上找一本书，开始这趟温柔的大脑升级之旅吧。